什么是睡眠？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经历一个最奇怪却最被忽略的现象。每到夜里，我们都会被一种神秘状态带走，身体停机，大脑切换，意识熄灯。可奇怪的是，即便经过几十年的研究，我们依然无法回答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睡眠到底是什么？科学界至今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解释，没有一种结论能真正概括它的本质或目的。可只要提到睡眠，这个问题很快就被悄悄换掉了。我们开始讨论它的重要性，讨论缺觉会带来什么后果。媒体会给我们列出长长的健康风险清单，再顺便教你几个对付失眠的小技巧。睡眠被不断包装成一种为了我们好的生理义务，它仿佛只是一个工具，为了让你第二天更有效率、更健康、更正常。但这真的能回答我们的问题吗？这真的是我们对人生1/3时间唯一的好奇心吗？如果睡眠只是为了休息，那为什么它以如此奇特、如此绝对的方式发生？又为什么我们会在这个黑暗的间隙里经历那些无法解释的梦境与断片？也许我们对睡眠的理解从一开始就被限定得太小了。睡眠也许是我们生命里最长的一段盲区，它影响的范围巨大，从因为疲劳而引发的技术事故，到把剥夺睡眠当成武器的战争，再到那些折磨人的睡眠障碍，痛到足以和慢性病抗衡，这些都让睡眠看起来至关重要。可在我看来，只说睡眠很重要，反而让我们忽略了真正的问题。睡眠不是一种简单的休息，它是每个人每天都会经历，却几乎无法抵抗的最奇异体验。更奇怪的是，我们对它最古老的问题，几个世纪以来都没有答案。而与此同时，我们用来研究它的技术越来越先进，越来越精密，两者之间的鸿沟反倒变得更大。主流观点依然很朴素，睡眠是为了修复，是为了让身体或大脑重新校准。白天混乱的、失衡的、过载的部分会在夜里被某种神秘机制重新调好，但这个解释像是在安慰我们，而不是在真正告诉我们睡眠是什么。仿佛只要把它归类成一种恢复，我们就能心安理得的把1/3的人生交给它。可睡眠的离奇与彻底，真的只是为了复原吗？在这套叙事的中心，总有一个孤独的角色，正在睡觉的人。他像被困在一座无形的岛上，在清醒与睡眠之间反复循环，没有出口，也没有暂停，除非死亡，否则永远无法脱身。从睁眼的那一刻起，倒计时就开始了，每1分钟清醒都在透支，每一次熬夜都要付出等价的代价。睡眠和清醒像两条纠缠的蛇，互相吞噬，永无起点，也没有终点。欠下的觉只能用睡眠偿还。蜡烛两头烧之所以流传，是因为它至今仍像一句朴素却不可违背的物理定律。这就是我们理解睡眠的方式，简单直接，但也狭窄。在过去几十年里，我们的科技突飞猛进，我们对宇宙、对生命、对人体的认识不断深化，唯独睡眠依然让科学界无法给出一个统一的解释。越是研究，越像站在巨大的迷雾前。于是我时常在想，也许我们需要暂时停止追问睡眠有什么用，换一个角度去看它究竟是什么。不如试着换一个更陌生的视角，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外星观察者，从太空俯瞰地球。你看到一颗充满生命的球体，植物在生长，真菌在蔓延，细菌在繁殖，昆虫奔忙，哺乳动物奔跑，鸟类振翅，鱼群穿梭，无数生命同时在行动，奔跑、游泳、飞翔、迁徙、捕猎、啃食、饮水、求偶、育幼，甚至玩耍。整个地球像一部不停运转的巨大机器，处处都是运动、变化与意图。这是一幅生命在不同尺度上流动的画面，是自然在行动，是存在通过运动表达自己。如果你要衡量生命的活跃程度，大概就是这样的景象：一片涌动，一片喧腾，一片永不停歇的忙碌。生物之间形成了巨大的能量链和多层网络，它们交换物质，传递信息，共生、竞争、演化。这是一套复杂而精密的生态系统。而在这幅不断流动的画面里，你几乎不会主动想到一个东西：睡眠。所以我们不妨再做一次想象，在脑海里把睡眠显影出来，让它像一张负片，反转那些忙碌与动作，活动被遮住，只留下静止，让睡眠以一种新的方式浮现。当你这样看，就会出现另一幅景象，它同样丰富，也同样充满动态，只是以静默的方式运转。我们其实生活在一颗半睡半醒的星球上，光是人类在任何一个时刻都可能有接近20亿人在沉睡。这不是生命的空白，而是生命的另一种形态。可奇怪的是，这种每天在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的现象却几乎不被重视。不仅是普通人，连科学家也常常忽略它。为什么会这样？也许是因为睡眠的本质就是逃离视野，它安静隐秘，不求关注，像是我们体内某种植物性的生命。
是我们从喧嚣世界里抽身后的一段私人时刻，它让我们暂时消失在互动的风暴之外。难怪，自从亚里士多德把睡眠描述成清醒的缺失之后，人类对睡眠的定义大多靠否定来完成。睡眠是不动的、不回应的、不与世界相连的，是一个人在外表上什么都没做的状态，至少对旁观者来说是这样。但把睡眠理解成什么都没有发生，这本身就是误解的开始。当任何一种生物进入睡眠，它其实是在向世界请假，它暂停了互动、退出行动的场景，也把空间让给其他生命去活动。撇开噩梦不谈，睡眠可能是我们唯一能与自己和解的时刻。痛苦、压力、记忆都会在那段时间被悄悄放下，我们也暂时离开了世界，留出一段不被打扰的宁静。这种静默既是睡着的个体的恩赐，也是地球本身的恩赐。要为睡眠下一个精确的定义，从来不是件容易的事儿。19世纪的苏格兰医生兼哲学家罗伯特·麦克尼什曾说，睡眠是介于清醒与死亡之间的中间状态。清醒是一切生命与思想活动正全速运转的时候，死亡则是他们彻底停摆。睡眠就像站在两者之间的过渡地带。1834年，生理学家亚历山大·菲利普·斯威尔逊·菲利普也表达了类似观点。在他看来，睡眠是生命机能的暂时停止，而死亡只是这种停止变成了永久。他说，老年死亡只不过是最后一次睡眠，不带任何特别之处。这些观点今天看似过时，但你很难说他们已经彻底被抛弃。毕竟墓碑上至今还常常写着一种熟悉的说法，他安睡于此，享年84岁。或许我们从未真正摆脱过这种直觉，死亡像睡眠，而睡眠也常被想象成一种暂时的离去。在研究长寿的科学里，有一种观点认为，衰老和死亡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们带来的进化优势超过了个体永生的好处。这种理论有时被称为利他性衰老，更技术一点叫程序性老化。它的核心是，死亡能让族群更新，避免资源耗尽，促进物种适应环境，最终对物种整体有利，而不是对单个个体。有趣的是，这套逻辑竟然也能套用在睡眠上。如果我们把视角从单个生命体拉开，想象睡眠在一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它的影响远比我们以为的更广。睡与醒的周期会重新塑造一个群落的结构，它改变物种间的依赖关系，它让不同生物之间的互动在时间和空间上不断重组，它能轻微地改造环境，它创造新的时间生态位，让不同物种错峰活动，它甚至能减少竞争，让资源分配更平衡。睡眠不只是个体的休息，它也是生态系统用来维持秩序的一种暗流。从这个视角再看，睡眠的意义就不再局限于个体层面，它会影响生态系统的整体动态和稳定性，甚至成为推动进化的一股重要力量。而这个推论的含义颇耐人寻味。我们并不需要知道自己为何以这种方式睡，因为睡眠本身并不只为了满足我们的即时需求。换句话说，睡眠发生在个体身上，但它真正服务的对象是未来的时代，是群体，是整个物种。不过，传统上我们给睡眠下的定义依旧完全围绕个体，像是典型的静止、不动、躺卧的姿势、固定的睡眠地点、提高的唤醒阈值，以及随时能够迅速从睡眠切换到清醒。这些标准听起来很熟悉，也和19世纪早期那些试图描述睡与醒的学者们如出一辙。1810年，一位名叫斯坦克利夫的医生就曾提出这样一个定义，他说，当我们的感知清晰，能依照意志驱动身体，这叫清醒；当我们既感觉不到外界，也无法凭意志让身体行动，这就叫睡眠。如果用现代术语来说，睡眠最典型的特征就是唤醒阈值升高。换句话说，我们和周围世界之间暂时断开了连接，那些外界的事物，那些声音、光线、触碰都不再直接进入意识。科学家测量这个断开程度的方式也很直白，用逐渐增强的刺激去测试，看看在什么强度下身体才会出现反应。这个临界点就是睡眠的唤醒阈值。它告诉我们，睡眠不是单纯的静止，而是一种主动的隔离，一个把世界关在门外的状态。我们通常会以为睡着时身体几乎不再回应外界，但严格来说，这不完全成立。神经系统在睡眠中依然保持高度敏感，甚至在那些被视为完全无反应的状态里也是如此，只是它的反应没有明显的目的，也不会在行为上表现出来。近期的研究显示，大脑在睡眠中会对外界刺激做出清晰的神经反应，甚至在深度麻醉下，大脑也会听见，也会感到，只不过身体没有任何动作，醒来后也不会留下记忆。这不禁让人想到一个不太舒服的可能性，我们在手术麻醉中或许会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只是苏醒后这段痛觉被彻底抹掉了，这让无意识显得没那么无害，也让睡眠与麻醉的本质变得更加神秘。反过来，在清醒时，我们的状态也并不稳定，有时我们心不在焉，思绪飘得很远，
和现实几乎断开，有时又高度紧绷，同时对许多事做出反应，像是被拉进一张过度连接的网络里。这和我们的祖先大概非常不同，他们清醒时的注意力可能一次只放在一件事上，而且必须是真正重要、足以影响生存的事儿，值得用意识去面对。有一种理论甚至提出，对许多生物来说，保持无知反而是最佳策略。睡眠的作用之一就是阻止我们获得不必要的知识，这种机制在现代人身上显然已经失效了。我们清醒的时间不仅用来学习许多无用的信息，还常常是以牺牲睡眠为代价。更讽刺的是，我们学到的东西大多并不来自真实世界，而是来自它的影像、呈现、复制、再加工。正如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所说，现代人的清醒常常在与现实的表象打交道，而非现实本身。我们醒着，却未必真正活在当下，而睡眠反倒成了我们唯一无法伪造的状态。如果把问题再往前推一步，我们会发现一个更有趣的角度：那些用来区分清醒与睡眠的标准，是否也能套用在其他生命形态上，比如植物，比如我们体内那些似乎永不停止的器官，心脏、肺，它们会休息吗？甚至会睡觉吗？如果会，那又意味着什么？19世纪的菲利普曾提出过一个古怪但颇有创意的反对意见，他不认同器官持续运作这种说法。他的论证方式有些令人侧目，但逻辑清晰。收缩只占心脏每个周期的1/3，所以从时间的角度看，心脏肌肉纤维在24小时里有16个小时处于不活动状态。他还说，呼吸相关的肌肉也是类似的比例。换句话说，他把器官的间歇解释成一种休息，甚至是一种睡眠。听上去牵强，但也提醒我们，睡眠的定义也许比我们以为的更宽广，也更难以被限制在人类清醒与沉睡的二元框架里。但在今天，我们知道事情比菲利普想象的要复杂，也要有趣得多。例如，心脏的节律性电放电机制和大脑在睡眠中出现的震荡活动，竟然在原理上有深刻的相似。而呼吸更能在睡眠里牵引大脑波动，像是在无声地调节节奏，让身体的多个系统同步运转。再看另一个例子，植物的睡眠与麻醉。18世纪，卡尔林奈曾用能否移动或感知作为区分生命与非生命、植物与动物的标准。他认为植物不会动，因此与动物截然不同。但这显然是个误解。其实植物也会动，只是速度慢到让我们看不见。它们的动作非常奇特，像是一种被拉长到极限的节奏，让生命的意图藏在时间的深处。更重要的是，虽然植物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神经系统，这并不代表它们缺乏细胞层面的信号机制。事实上，植物也会使用类似动作电位的方式来传递信息，与动物神经元交换信号的方式有着惊人的相似。林奈在研究植物睡眠，他称之为 Somnus Plantarum， 提出了花钟这一概念。他注意到植物在昼夜周期中的规律变化，并将这些节律视为时间的标记。这套看似朴素的想法，其实预示了一个未来庞大而精密的科学领域——时间生物学。也正是因这一方向的突破，杰弗里·霍尔、麦克罗斯巴什和迈克尔·杨在2017年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植物的睡眠最终成为一种线索，让我们看到生命在时间中的律动，并提醒我们，睡眠并不是人类意识的特权，而是生命与世界同步的方式之一。查尔斯·达尔文以进化论闻名，但他其实也花了大量时间研究植物的行为。在1880年与儿子弗朗西斯合著的《植物运动的力量》里，达尔文讨论了各种象性运动以及植物的触发性动作，其中就包括昼夜运动、花朵的开合、叶片的舒张与收拢。书的一开头，达尔文父子就先承认一件事儿：几乎没有人认为动物的睡眠和植物叶子或花朵的睡眠之间存在真正的类比。但讽刺的是，他们之后整本书的描述却不断借用睡眠来形容植物的这些动作。这并不是语言上的偷懒，更像一种直觉。当植物顺着昼夜节律开合、伸展、退缩时，那种规律与节拍确实让人联想到更广泛的生命状态，就像植物在用自己的方式模仿一种我们熟悉但又完全不同的睡眠。植物究竟算不算清醒或沉睡，到今天仍然没有定论。但有一点，人们很早就注意到了，植物可以被麻醉。19世纪法国生理学家克洛德·贝尔纳就曾说过，凡是活着的就能感知，也就能被麻醉，不能被麻醉的就是死物。他给含羞草施加乙醚后发现，它对触碰的反应会暂时变弱，叶片不再迅速收拢，就像动物在麻醉后失去反射一样。也就是说，植物虽然没有神经系统，但某种更古老、更底层的生命机制仍然会对麻醉产生反应，这让睡眠与意识的边界变得更加模糊。也许再过不久，给果树修剪前先打点局部麻药，或者在割草前先给草坪喷一层乙醚，
会被视为一种伦理义务。听上去有些滑稽，却不是完全没有可能。不过在到达那一步之前，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搞清楚。麻醉究竟为什么会让植物变得不回应？这种无反应又能持续到什么程度？更根本的疑问是，植物的动作到底是不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它们是否具备某种形式的觉察，还是说这些动作更接近一种没有意识参与的梦游？植物的沉默让它们显得单纯，但这种沉默里可能藏着比我们想象更深的生命逻辑。在人类身上有一类特别奇异的睡眠障碍，叫做睡眠期异常行为，更常见的名字是梦游、夜惊、睡醒混乱，它们都是人在睡着时做出的不该属于睡眠的动作。不同的异常行为会发生在夜里的不同时间，来自不同的睡眠阶段，有些在儿童时期更常见，而有些，比如快速动眼睡眠行为障碍，甚至能精准预示帕金森病的到来。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为是无害的，走几步，说几句莫名其妙的话，或者做一些古怪但温和的小动作。但也有例外，有些人在梦游时会做出复杂甚至危险的举动，从伤害自己到攻击同床共枕的人，再到极端情形下强暴甚至杀人，感觉就像一套程序，在执行的过程中偶尔会出现一些 bug 一样。为了处理这些离奇又棘手的案件，一个新的交叉领域近年悄然出现——法证睡眠医学。它位于睡眠科学与法律体系的缝隙之中，专门处理那些人在睡着时犯罪的情形。在这种审判里，人们有时会引用一条古老的法律原则——麦克诺顿规则。这条规则源自1843年的一个案件。丹尼尔·麦克诺顿，一位苏格兰木匠，因为相信托利党政府密谋迫害自己，产生了强烈的偏执妄想，并由此试图暗杀英国首相。在审判中，人们认定麦克诺顿并不知道或者无法理解自己的行为是错误的，那正是妄想的本质。最终，他以精神失常被判无罪。这种有精神疾病的自动行为，在法律上仍可能导致强制治疗。而如果一个人是在梦游时犯下罪行，情况就截然不同。睡行算作一种非精神性自动行为，意味着行为发生在意识完全缺席、没有任何意图的状态之下。因此，在这类案件里，被告通常也不会被判定为有罪。但真正让法律体系陷入困境的是另一类更模糊、更危险的案例。当一个事故或者一桩罪行与被改变的睡眠状态相关时，比如酒精导致的意识浑浊，又或是某些处方药，尤其是安眠药诱发的奇异行为，人在这种半睡半醒的缝隙里行动，既不像真正清醒，也不能算是传统意义上的睡着。对于律师来说，这是一场噩梦，因为责任究竟算是谁的？是药物，是意识缺席的身体，还是那个无法证明我当时并不在场的大脑？而对于睡眠科学来说，这同样是一个挑战。按照传统定义，睡眠状态意味着对外界反应的暂停、互动的中断。可现实告诉我们，人在这些边界模糊的状态里，似乎既能睡着，又能对世界做出足以改变命运的行为。我们不禁要问，在一夜的睡眠里，大脑内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变化又如何解释我们对外界反应的忽明忽暗，以及那些介于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混合状态，比如梦游，比如睡眠瘫痪，比如清醒梦，甚至所谓的灵魂出窍体验？要理解这些谜题，我们得回到上世纪30年代，回到一位被忽视的先驱身上——阿尔弗雷德里·卢米斯，一个科学家，也是一名律师，还是企业家。在1930年代末，他发表了一系列关于睡眠脑波的论文。正是这些早期研究，第一次让人类看到，睡眠并非一片黑暗，而是一座正在悄悄运转的能量工厂。卢米斯之所以投入这项研究，动机其实很直接，他想打造一种新的放大系统，能够忠实记录睡眠中那些奇特的脑电信号，并把这些信号和身体动作、梦境以及外界刺激之间的关系联系起来。正是在这样的尝试里，他第一次勾勒出了睡眠的内部结构。不同的睡眠阶段，包括后来被命名为快速动眼期，也就是 REM 睡眠，那是一种悖论般的状态，身体沉浸如水，大脑却像被重新点燃般。卢米斯还记录到多种特定于睡眠状态的脑波节律，其中最关键的是所谓的慢波，这是一种以每秒1到2次的节奏在脑中闪动的电活动。有人把它们形容成神经网络的集体眨眼，在这些瞬间，大量神经元会短暂熄火，进入一段全脑性的停顿。慢波主导着非 REM 睡眠，它们不会整夜保持相同的频率，反而随着夜色变化而起伏。有趣的是，它们的出现越密集，我们的觉醒阈值就越高，也就是说，越难被叫醒，仿佛大脑正在更深地退入自己内部，暂时切断与世界的连接。早在1885年，霍尔健康杂志就曾记录过这样一个现象：当睡眠者听到声音，大脑会呈现一种被称为清醒意识的决定性标记的曲线反应，
而这条曲线并非整夜保持一致，它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变化，清楚地显示睡眠的前半夜人类最难被唤醒。半个世纪后，1937年的研究也得到类似的结果，并进一步指出这种叫不醒的状态与脑电图里出现的慢波紧密相关。不过，这里有一个常被忽略的问题，我们习惯把非 REM 睡眠称作深睡，仿佛睡眠有一个可以下潜的深度。这个比喻听起来贴切，但实际上可能让人误解，因为睡眠并非一口静止的深井，没有真正的越深越不醒这样的简单分层。不同阶段的睡眠在神经活动、感官反应、意识边界上都呈现出更复杂、更动态的变化。所以，当我们说深睡时，往往已经把睡眠的真实面貌简化得太过粗糙。比方说，如果用觉醒阈值来衡量 REM， 睡眠其实可以和非 REM 一样深，甚至在某些条件下 REM 反而更难被唤醒。更有意思的是，新的研究发现，客观测量出的睡眠深度和睡眠者主观感受到的深浅往往关联很弱。人话就是，仪器说你睡得深，但你可能觉得整夜都在半睡半醒状态；仪器说你浅眠，你却觉得一觉到天亮。这再次暴露了一个问题：现代社会太容易拿一些量化指标、一些方便的比喻去取代我们对睡眠本身的理解，于是睡眠逐渐被简化为一种必须达标的任务，好像只要凑够了某个数字，就算完成了生物学的功课。可睡眠原本是一种体验，是极其个人、极其内在的存在方式，而我们却常常忘了它的真实不在图表上，而在身体里。还有一项近年的发现同样耐人寻味，我们知道 EEG 里的慢波往往和难被唤醒有关，但矛盾的是，这些慢波本身却很容易被外界刺激触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设你正在熟睡，我在你卧室门口敲了一下门，如果这时你头上连着脑电图，屏幕上很可能会出现一串与敲门声同步的诱发慢波，你的大脑听见了，但你的意识没有，一切都在阈值之下发生。这种特性让科学界兴奋不已，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或许能够通过外部刺激直接与睡眠中的大脑对话。于是，一整套睡眠增强技术正快速发展，包括声刺激、光刺激、电刺激，目的都一样，让大脑在睡眠中产生更多、更规律的慢波，从而改善睡眠质量，尤其适用于那些睡眠不足、节律被打乱或因衰老而记忆下降的人群。有些研究甚至期待这种增强睡眠的方式能成为对抗老年痴呆和其他神经退行性疾病的方法之一。仿佛我们正在摸索一条新道路，不是把睡眠当成静止被动的休息，而是把它视为可被调控、可被优化的脑活动状态。